这哥们儿长得很像白石和江渡被结合。いいスチェンカだったぜ、君たち。服の上からでもわかるくらい日本人にしてはがたいがいいね。あんたもスチェンカやるのかい？杉本彩一だ。他应该就是那个很厉害的拳手吗？山原太帅了！啊哈 ，Kira Kira。新 OP， 哦，分隔两地了，怎么感觉？不会这一季都见不到吧？总不能。哦，眼神。前奏就已经很抓耳了。哦，哦，好喜欢于佐美。卫星，我想你。哇，他就是自视哦，已经被记到他的纹身了。好喜欢。日本兵の話はすぐに広まった。入れ墨の男に勝てる奴らが現れたと噂になっている。そいつは今夜のスチェンカに出る。大勢がお前らの勝ちにかける。那就是妍お前らがわ希。ざと負けてくれれば俺は大勝ちできると言っている。そんなことより犬を返す約束は。ズジュライチェフショーパンアボール。八百長が終わったら返すと言ってる。北海道のアイヌには鼻や耳を削ぐ刑罰があるそうだ。カラフトアイヌはどうなんだ？我想起之前二阶堂。山原现在可不如跟他们开玩笑了。交渉相手を間違えたな。いいかお前たち。この後の他之前就说要薅掉他头发吧。月島軍曹、こいつにもついでに伝えろ。まず犬を返すまでこいつの指を切り落としていく。こいつを裏庭に埋めた後、我々はスチェンカの会場へ行き、入れ墨の男を確認する。スチェンカはやらずに囚人を拉致して森へ連行し、射殺する。いないジョムパルニャスナコルカン。Схвачим его без драки. Отведем в лес. И там пристрелим. Я могу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человека с фотографией! Ты про него еще что-то знаешь? Знаешь, куда он ушел? 自由兰克，美美的。ちょっと待った。本当に何かを知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の場を逃れたい一心で出任せを言っているに決まっている。俺もそう思う。一切信用できない。こいつの口車に乗ってまた賭けスチェンカなんて時間と労力の無駄だ。杉本らしくないな。もっと合理的なやつだと思っていたが。ごめんな、ヘナノカちゃん。でも、万に一つでもアシリバさんの行方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なら、俺は無視なんてできない。宝贝。哦，我现在看到这样的山原，真的好心疼啊！救命！絵や歌や文章や踊りなんかで自分を表現するのと同じこと。
也是一场生命运动吗？就是像世道那样。那哥们儿戴一眼镜儿，有点斯文败类那个感觉了。でも私には監獄は居心地が良かった。監獄には暴力があふれ、私が看守を殴るとみんな喜んだ。それに素晴らしい出会いもあった。哦，那是门仓。牛牛山是真的吗？犬道天国は私が暴れるたびに牛山さんを呼びました。私も彼と戦えるので嬉しかった。殴り合いだけなら牛山さんに勝った時もあります。完成は这就是他的人生理念。あの時の男じゃないか。もしかして入れ墨の囚人だって気づいてたのか。杉本お前、こいつとスチェンカしたくて黙ってたろ。じゃあ八百長はどうするんだ。わざと負ける気なんてさらさらなさそうだ。勝ったら万に一つの可能性とやらもなくなる。他真要打赢。犬を取り戻し、アシリバさんの情報を持ってる。全部丸く収まる妙案が俺の頭の中にあるから、全力で殴り合え。太可靠了。おしゃべりロシア人だ。仲間なのにスチェンカ言ってないのおかしい。あいつが犬を見張ってるんだ。今のうちに俺た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吗？还是他们在自己行事啊？很危险的。我的天哪！通过拳头来了解。我的天呐，感觉好疼啊！有点让我想到那个燃堂。他之前刚打过一场了都。小拳拳捶你胸口。哦，都打红了，红温了。哦，我去，什么人形兵器啊！哇，根本不跟你废话。哦，但是别打他，你敢给吗？真成太郎了。哦，真的跟贺建，他俩都是脑残。
我去！所以只要是脑残就会变成这样吗？贺建也是因为哦不，什么边界？他什么都听月岛的。所以他是跟基欧兰克他们吗？就是那个狼。哇，他们都打了几场比赛，然后还这么猛。桑拿吗？嗯，让我又想到了之前他们吃水獭肉的那集。神经啊！我很喜欢他们摆这种 pose。天呐，他们可千万别出事儿！月岛他好累啊！我的天，他一直很紧绷，负责一切。还挺科学的。不是他们在玩什么 SM 吗？上什么？哦不！可爱。李东好单纯，真正在办事儿的是小孩哥和小孩姐。
哦不，哦天呐！阿龙，山原现在就完全可以跟他对打了。这个，哦，让我真的又再想到二平了。他你敢去？これが勃起。虽然我知道说的是二平，但是。哇！这么久积累起来的，都发泄在此处了。当然，我真的好心疼啊！哦，哦，就是发黄的时候我还记得。要一起回家的。不要说自己没用啊！完了，这下冰火两重天。啊，月岛，那你敢？没开2度。杉本の妙案って何だったんだ？なんだっけ？ああ、続きをやりますか。まだ私の入れ墨が欲しいのなら。あんたは殺したくない。でも誰かがその入れ墨を狙う。太帅了。いくら殴り合いが強くても銃には勝てない。入れ墨を移させてくれ。俺たちが必ず金塊を見つける。そうすれば。李登好妖娆啊！所以说之前说的追兵是追他刺身的人，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ところで杉本さんがさっき言ってた名前、俺なんか言ってた？アシリパさんを知ってるのか？そう、アシリパ、アイヌの女の子だった。
その子を覚えていたのは連れの男が私と同じ入れ墨の囚人だったからだ。白石だ。一体どうして白石義武が樺太なんかにいるのか、目的を探るため酒場まで後をつけた。アシリパさんは何を話していた？杉本さん、多分あなたのことだ。哦，一直在等他呢。哦。啊！哦，卫星。啊！啊！这异地。阿西帕。天呐，这双蓝眼睛！那都是纹身的感觉，背景。别让他们再这么孤单了。原来这么大的吗？我一下都没看出来是啥。私たちはエタシペと呼んでいる。エタシペの脂身は珍味と言われているんだ。食べてみろ。可爱卫星。噛み切れない。ちょっと大きすぎたか。いいんだか？ものすごく臭い脂身だ。頭に命中したはずなのに倒せなかった。那这也太折磨了吧！強いやつを倒すときは頭を狙わないこと。アシリパちゃん、脂身食べすぎ。啊，基罗兰科看了2季之后，终于能明确，就是鹤见还有山原他们这流出来应该就是什么脑髓液吧，算是。一旦流出这种液体，他们就会人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暴力指数也会直线上升。就是之前也看过几次鹤见流出这个液体。感觉对于山原来说，就是不仅是生理创伤，还有一种就是 PTSD， 他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这么一个外化吧，一下就完全激发出了他长期所背负这种战争创伤、自我救赎的压力，还有就是要去见阿西帕的这个决心和意志。他太久的压制这种自己的情绪情感了，就会在这种物理开关下就完全的释放出来、发泄出来，所以真的就如同一个猛兽一般，就是对于大家都是无差别的攻击，更像是一种就是潜在的对于自己一定要强大、自己一定不能死的那种强迫式的应激反应。最心疼的就是，虽然他看上去这个形态是非常的凶猛无比，但是更多的其实反射出的是他的脆弱的一面，身体和精神都在崩坏的边缘。其实我觉得月岛他还是非常敏锐的吧，我觉得他在这路上也肯定在不断的观察，不管是山原还是 Tanigaki， 他应该能感受到山原的这种不可控性，或者说是他们都会有对彼此隐瞒的东西。
这一集这个妍希的出现，真的让我一度回到了当时看《边界》看江渡贝的那个感觉。他就是视这种杀戮暴力为自己的这个宗旨吧，不知道会不会跟他曾经有没有过一些伤痛有关，是会去压抑这种伤痛，而把它扭转为一种暴力对外进行输出。这一集展现出来妍希这种人形兵器一般的这个战斗力，但是跟山原不一样的是，妍希他更多的是去要挑战自己，去找到更强的对手，去践行自己的这个人生理念。山原他明明是为了保护的，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伤痛把它真的变成了一种兵器一般了。这一集还让我有非常多感触的就是Tanigaki他赤身裸体教吉他帕西他射击的那一幕吧，完全是当时二平和Tanigaki就是那个桥段的倒影式重现吧，感受到一种精神的传承传递。同时二平当时教给Tanigaki这个Boki 的这个理念也是在这个吉他帕西身上有所体现。当时二平还没死的时候 Tanigaki 还是一个就是迷失的状态，还在这个森林中徘徊找不到方向，但是现在就是他也可以以身去教就是吉卡帕西，现在他们俩更像是一种父子师徒般的关系了，也让他感受到了这种射击搏命的兴奋。这集最搞的就是主线剧情全靠小孩在撑，两个小孩在那历经风雪，在极限的边缘抢回他们的这个狗，然后他们几个大老爷们在桑拿里面裸聊，玩得很愉快。当然还有个失控成年人山原，但是山原在这种暴走模式下就还是在念着阿西帕，但是当我想着他可能在念叨着要去赶紧找阿西帕的时候，他就说出了我是个没用的人，真的就是这句话一出我人真的要碎了好吗？就是他的心理创伤真的就是从未被愈合，他阿西帕更像是能将他从这种泥潭中拉出来一点，但是他现在却因为自己的无用让他就是没有留在自己的身边，仿佛他又回到了那个思维惯性，就是他不能失误，必须变强，不能有任何失败，不然就是一切都是我的问题，我的错。并不单纯是自贬吧，更多的是他一直就累积起来的这种自我的愧疚，深不见底的这种自责，在阿西帕离开了之后更加是让他就是压抑不住了。另一层心酸就让我觉得他是不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配得上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他真的能配得上像阿西帕那样回到从前吗？就是他越是强悍，他的这个内心越是这种千疮百孔啊。然后阿西帕真的就是像光一样，就是照进了他可能已经满是这种窟窿的这个心了。阿西帕真的是像是一个灵魂锚点一样，能把山原能从他这个尚未崩溃的精神这样能够抓住，但是现在阿西帕不在身边了，就是能肉眼可见这样子山原就已经完全是另一个状态吧。那这一视频到这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